没想到，他利用这些怪物作为掩护，在自己逃脱的同时，还切断了博物馆本身的能源供给。华姐姐，事已至此，只能重新调查一遍了。是的，这里有华姐姐的颜色，可是如果从这里跌落，不，华姐姐一定有自己的办法。没错，我也要寻找自己能做到的事。这个颜色是把我关起来的那个人吗？颜色一直延伸到……他喜欢待在展柜里吗？真是个特别的人呢。好漂亮的鸟语，和小紫它们的颜色很像呢。诶，这个是方舟的残片，但是颜色和方舟本身完全不同，反而有些像之前的怪物。出口找到了，无法开启，是因为我没有权限吗？类似数字锁的控制器，看来只能想办法从内部破解了。看不懂、不感兴趣也不要紧，扔在一边就行。本来也是会失传的东西，只要你在路上不觉得无聊就好。哎，这个结构不就是避难所里最常用的，是方舟带来的技术吗？只要能提供和它相匹配的能源，就能打开大门了吗？找找看有没有可以使用的能源吧。明明柜子是空的，却留下了很杂乱的颜色，和刚才的碎片给人的感觉很像。是这个颜色的主人把方舟留在了这里吗？我似乎见过同样的颜色，很复杂，有一种很清静又很危险的感觉，就像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一起留下的颜色，也像是5万年前的最后的地球，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方舟才刚刚起航。
原来这座博物馆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吗？还是说，是博物馆的主人？不行，虽然有能量残留，但含量过低无法提取，更无法加以比对。再看看其他的展品吧。这件展品就是纯粹的能量，看样子可以提取，就用它试一试吧。啊，没控制好。能量在这里消散了，好像有新的颜色。哦，是倒影。来，告诉我吧，你会怎样选择呢？我可是刚刚发现了一个偷偷离开的好机会，错过的话，说不定就要在这里白白浪费好几天喽。来吧。最后那个声音是华姐姐，所以刚才的能量往华姐姐那边去了吗？啊，这么说来，这个瀑布本身……梅比乌斯奶奶说过，在地球上，我们可以通过海渊之眼和量子之海进行能量交换。那么，这个瀑布会是弗洛斯的海渊之眼吗？接下来轮到我念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工程师倾其大半生心血所编纂的使用说明书，卷15，朗读者帕朵菲利斯。通常量子之海中大量的无限的数据，经由不同维度的折叠呈现出不同的妖正性，因此也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数据之海，并从中提取差不多了。接下来，只要使用这份能量进行驱动，成功了。咦，门后的空间似乎有哪里……看来我们彼此都做了数层算计啊！在博物馆时，大侦探你佯装被动，实则找机会想操控博物馆的能量供给。虽然被我的瀑布陷阱暗算，却仍然成功切断了休眠舱的维持能源。此后，苏醒过来的画家小姐向我发起挑战，迫使我亲手中断整个博物馆的能量供给，将她关在这个原本为我量身打造的囚笼。再之后，
他又以我不曾了解的方式重启了博物馆，并留守在弗洛斯，使得不久之前乐园宿卫的叛变并未造成实质损害。你这么说也没错，毕竟我曾与你多次对抗，了解你的可怕之处，自然要多一手准备才行。布局演技与运气缺一不可，才能促成眼下的局面。不愧是你，我绝无仅有的对手，真正的福尔摩斯。如果不是小光留给我的相机，我绝对不会知晓博物馆能源的特征。而如果不是你对自己的计划太过自信，任由小兰他们行动，也不会错过了重要的线索。之所以导致这个局面，你输给的不是我，而是你的自负。只是短暂的扳回了可有可无的一城，你就已经开始思考获奖感言了。唉，我们的大侦探果然还是退休了太久，记忆有些生疏了呢。你们以为阻止了崩坏兽，阻止了乐园宿卫，弗洛斯的混乱就已经结束？不，从这一刻起，它才刚刚开始。维塔，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他当然知道。不过，大侦探，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为什么那些小小的代理人相信我可以轻松地解决城里的所有崩坏？那些崩坏能究竟去了哪里？还有画家小姐，你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方舟已经坠毁，那么它超大功率的崩坏能发动机对普通的星球会造成何种程度的污染？你们觉得，当真正的灾难降临，那些小小的代理人，他们究竟会做出何种抉择呢？那是……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呢？我当然知道，不如说，那还能是什么东西呢？弗洛斯的创世神，赫斯珀的毁灭者，方舟的篡夺者，海行星的操控者，量子之海的深渊。除了梭，又还能有谁呢？